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作品啊，这个真的是童年回忆，而且前一段时间院线也有上映最新的这个《玩具总动员》的电影。今天我们就来玩一下，算是3套吧。首先左边这一个来自 Medican Toys 的终极巴斯光年，这一个它的包装盒已经没有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老，如果是巴斯光年忠实粉丝的话应该都会知道，来自 Thinkway 珍藏版的巴斯光年。它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版本，最早的话呢可以追溯到蓝标的1995出版，然后到了现在的这一个黄标，当然还有不止这一些啊，它的版本反正非常非常多。后面的这个非常还原电影当中的这个包装盒，也是后期定制的。然后这一款呢，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也是专门找了这个涂装师去重新修复，而且这一次修复的效果也是非常好。大家如果也是玩这个的话呢，也可以去闲鱼上搜索一下它，涂装师叫索尔 Luck， 包括后面的这一个包装盒也是出自他的手笔。到了这一盒，这一盒来自老宋定制的面雕，咱们来看一下，非常非常的还原，给到了一共10个面雕，每个面雕都带有单独的这个可动眼。它这个还原程度我觉得是应该是巴斯光年玩具里面，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天花板的一个作品，非常的精细，而且非常的还原。然后再来看一下下方还有其他的配件，底部可以看到一张金属名牌，还原电影当中的这个电池，当然这个电池你想用也可以用，不用的话可以接着收藏。武器，一个脖套，经典的这个小人，绿色小冰人，然后还有一把金属的钥匙，真的是做的非常的精致，没得说。而且这一款是我个人觉得玩起来非常舒服，因为它有很多的音效跟这个动作，而且可以让你去语音跟它去对话。这个我怎么说呢，它也在我的定义当中也不算是玩具了，是一个收藏品，外加整体的还原了以后，真的非常不错。一共这3样东西，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次的终极巴斯整体的包装跟主体，再后面我们再来看 Thinkway 的巴斯光年。好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个的外包装啊，非常非常大这个玩意儿，而且打开了以后一个磁吸的包装，打开内部基本上把所有的一些基础的动作的造型，还有配件，包括一些零部件的一些东西，全都在这里已经说明了，就感觉把整个说明书做在了这个背板里，非常帅。然后主体在这儿，整个包装可以看一下，2个巴斯那么高。然后打开这一层，主体是在这儿，然后它的这个头罩有2个方式安插。面雕也有3个可以去替换，而且它的面雕全都是自带可动眼的，这你受得了吗？外加替换的手型，后面还有一层，咱们来慢慢移出来看一下，很重啊，整个包装非常非常的沉。最后就是一个圆形的地台，加上一个加腰支架，东西就这么多，
我们可以看到内部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细，里面也有各种的这个小贴图，整体效果都还不错。好，然后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把主体跟这一款的配件全部放出来，给大家一一展示。OK， 兄弟们，我们主体先来瞧一瞧。首先，如果你想玩到可动非常好的，就是把玩度会比较高一点的，那我觉得这一款是非常合适的。它不带任何的声控或者是这个灯光特效，就是纯一个把玩的玩具。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首先这颗头雕出厂的时候，这个面雕咱们可以去给它拿下来，卡扣的一个方式，而且这也是带着这个可动眼，可以做任何的奇怪的表情，卡上去也是非常方便。头部也是有些许可动，整个的漆面表现呢，我觉得是，就打个比方吧，就如果说 Thinkway 的是更加还原最初的玩具总动员1的话，这一款新旧程度就感觉像4或者5当中的，颜色更加的深，更加的亮，整个涂装的细节也是更加的好，就感觉这是比较新的年代的产品。整体的漆面质感非常好，实体按键是做出来的，但是没办法去按。背部的翅膀也需要自己去手动展开，我们来看一下。左右两边，我一开始在想会不会有什么开关啊，没有。这两边自己单独的去展开，翅膀这里涂装也有这个透明件在里面。整个展开了以后，尺寸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身体会更加的重一点，收起来还是比较方便。左右两边卡进去就可以了。手臂可动，我们来看一下。这可动无敌，怎么玩都行。手肘全都是齿轮关节，所以把玩起来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脆。左手手臂内部的这个细节也有，也可以自己去手动展开。手指出厂的时候是一个握拳手，是一个软胶材质的，还不是一个塑料。右手的这个按钮刻画也有，按不进去。再看一下整个腿部的这个细节涂装，腿部可动，前踢、后踢，哇，好脆啊！左右它也有可动，脚部非常还原，还有Andy 的这个字样，脚掌也有一定的可动，前后都是非常脆的齿轮关节，在接地性方面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能承得住它这个重量。腰部可以看到，皮质的一个材料，虽然说它是腰部有一些活动空间啊，但是它会像回弹一样会往回缩。左右旋转是没问题，360度都可以，侧腰也有，但是因为重量的方面呢，它会瞬间还原。整体的把玩度还是非常舒服的。大臂的这两块也有活动的空间。面罩它是只能去做一个替换件，而不是说直接给你开拉式的。然后这一块是半开窗，配件里面还有整个帽子回收进去的一个状态，也是通过2个卡扣给它卡进去，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也可以再去替换另一个配件。整个面罩全部安装上去，安装的时候要对准这两边的卡槽。扣进去以后非常亮，
这个亚克力材质也还不错，不会沾指纹。再给它取下来。脸部的替换件，3个表情。首先我们把这个给取下来，换这个。镜头我们拉近。头部的可动，哎，抬头。低头是没有啊，低头的话你得稍微往后滑一点点，但幅度不大的，实际上左右没问题。头部360度也可以，但不建议这样去做，因为它这个纯色的涂装啊，如果蹭掉的话会非常的明显，稍微动一点点角度就可以了。这个面料也非常贱啊，取下，再换下一个。视频当中呢，可能脸部稍微白了一点，实物的话呢，比稍微黄更还原一点，而且腮红小腮红也都有展现出来。再换最后一个，这几个表情都非常不错。好，接下来看一下其他替换件，手型给的真的是非常多啊，只是非常的可惜，它没有给到我们一个全可动手。首先，一对开膛手，软胶材质，这2个是一对，然后这2对。放松手型，可以比个爱心。一对造型手，3对，4对，加上主体手上握拳手，一共是5对手型。整体的还原度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这款在不去定制它的面雕或者是做一些涂装修改的话，原厂我就觉得做的已经很到位了。然后它的说明书，这说明书是只有英文跟日文，完全没中文，但是看一下图文也就可以大概懂怎么玩了。面雕的一个替换，手臂甲的一个展开，可动眼的调节，下方3个头罩安装方式，手臂的这个可动活动性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能做很多动作。翅膀折叠展开，地台的一个安装，腿部，它这里专门有一个顶住腰部的一个小按钮开关一样的。整体的这个可动确实挺厉害啊，基本上电影当中或者是你想摆的一些基础造型全都是能摆得出来，没有任何的问题，随意把玩。而且很趁手，这东西很重啊，而不像一般的小塑料玩具一样完全没有手感。好了，这个 Medican Toys 的终极80光年咱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也是本次视频的重头戏 Thinkway 的80光年，配上老宋的定制面雕，看看感觉怎么样。 OK 兄弟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款 Thinkway 出品的80光年。这一个当然面雕是全新定制的啊，这一个也是，包括后面的这个玩具包装盒也是由涂装师做出来的，非常的还原。当然它会有2个翅膀，翅膀呢我没装上去，它是放在里面了固定住的。好，我们来看主体。首先整个的涂装，因为它这个年代比较久远，就算经过了涂装师的修复呢，但颜色包括整体的质感呢，会有一些沧桑，有一些沧桑感。但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一点，让人感觉更加的还原，不是那种非常新。整体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特别是这次面雕。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上半身，我们镜头来拉近。
它这个主体就非常的重，因为它带生效，所以整个的中段上半身这里非常的沉。有的时候你在摆一些动作的时候，它很容易往后倒或者是往前倾，这个把玩的时候得当心一点。整体的这个面罩也不像之前那一款是需要去替换的，它这个就完全自己去合就行。但因为时间比较久，可以看到这个头盖整个的透明件颜色会稍微有一些发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整个胸部的细节涂装重新改过润色了以后，包括这些贴纸看上去就非常新。如果你买的久远一点的，基本上都已经褪色了或者已经破损了。包括手臂这里，这些全是贴纸，而不是涂装印上去。胸口所有的按钮都是可以去按的面雕我们暂时先不说，它是一个磁吸的，加卡扣固定上。然后来看一下整个背部，背部的话，翅膀这次是可以直接按了以后弹开的，而不是用手去掰的话，真的很容易坏啊，直接用按钮就行了。可动方面会比没有发光生效的那一种差一点点，但是基本上也是够用的。手型它也只给了这个全可动手，没有替换的手型。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下方的细节，包括腰部。实际上咱们做一下对比，就很明显这两个还是差的颜色什么的差的还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如果追求电影当中的这种质感这个会更加好一点，这个看上去就太新了，太亮了。脚底部可以看一下，这是产品的这个编号，这下方就没有 ND 的这个签名字样了。这一款重点在于发光，有两个开关，左边这一个是静态展示，右边这一个呢是动态展示简单就是这样来说的。可以去跟它声控对话，也可以去把玩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音效效果。我们现在就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随便拿出一个头吧。首先我们直接按声效展示，打开以后现在是没有任何的声音需要你去启动。我们镜头拉远，先按一下蓝色这个开关，先按 I am Buzz Lightyear, Space Ranger. 这句台词以后再去按一下， I'm stationed up in the Gamma Quadrant of Sector 4. 而且每次台词去动的时候它头都会去转，有没有发现？好，接下来就等于已经打开了它这个声控模式，但是因为这东西比较久远，有的时候声控呢不是特别的灵敏。我们来试一下。 Hello 巴斯。 Hello? Are you still there? Hello 巴斯。 Are you ready for adventure in uncharted space? 这次非常成功，非常灵敏，而且每次去跟你对话的时候，它的头也会去转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生动，好玩有意思。然后其他的按钮固定的对应的不同的台词，而且它的台词非常多。 Hello? Are you still there? 你要是不跟他说话的话，他还会问你，有人在吗？胸口这个按钮打开以后就是它的翅膀， To infinity and beyond. 他就说话了。打开， I can fly around this room with my eyes closed. 展开了。还有一点友情提示，就是你想去跟他声控对话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头盔给放下来，不然它的接触会更加差。然后 Switching to internal air supply. 关闭也有音效，打开也有。 The air is toxic. How dare you open a space vent come on an uncharted planet? My eyeballs could have been sucked from their sockets. 非常有意思，有没有？给它合上 Thank。you. I would prefer the helmet down to 然后其他的就在这，但有的时候它不灵敏啊。 Look along. It's just about time you got here. My ship has crash landed here by mistake. 又说经典台词了，就是你去上下晃动或者左右晃动的时候都会有。咱们再来， See? I can fly.
哦，这个音效真的非常多啊！然后手臂这个打开也有音效。合上也有，手臂这里也有，按下开关，听到吗？也有音效。胸口来看一下这个绿色的，再按一次。台词会有些不同。非常有意思，但是后边的翅膀你就没办法去一键收纳了。首先转到背后，而且它也是有音效的哦。先给它这2块收回去，然后这里先打进去，它会有一个很小声的一个音效，非常舒服。这起码是我觉得啊，我拍摄这么多期视频里面，这个我感觉已经不像玩具了，对我又有这种童年的回忆，而且不能说这东西是幼稚，真的挺好玩啊！像我30多岁的人了，都35了，玩起来跟开箱的时候都是面带微笑的，非常有意思。好，然后这边这个开关打开以后，它是一个静态展示。静态展示有的时候声效也可以有 Hello 巴斯啊，有的时候就接触不良了。其他的都有。它唯一的区别就是你在打开翅膀以后啊，就这样动它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音效的。手指可以看一下，全都是活动的。手腕也有转动的空间，大臂看一下有没有旋转。哎，大臂是固定住的，手的话呢有一定的这个旋转的空间，360度不行啊，玩的时候要当心，因为里面线路非常多啊，可动，所以局限性很大，而且阻尼感也是挺强的。腰部可动也是几乎是没有的，腿部倒没什么问题，因为下方是没有任何电路的，而且时间这么久了，它这个东西还是非常紧的。齿轮关节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脚的话左右几乎是没有，前后是可以的，也是非常紧，很脆。侧踢也有，还是非常不错。手指来看一下，单根手指，虽然说只有一处关节，这个东西平时一定要关掉它，不然它半夜有可能会自己说话，这有点吓人了，有点。好，关于这一个主体，咱们就差不多展示到这里了。像这个头部啊，因为是电动的，所以你在旋转的时候可以稍微左右旋转一点点，抬头跟低头幅度几乎是没有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定制面雕，下方有非常多，一共10组，是如果是喜欢玩这个的玩家应该都知道，这一款是老宋定制的巴斯光年宇宙游侠 2.0 的这一套的面雕，在小红书上大家搜胖臭的烤鱼就能搜到它了。这个面雕我觉得应该是国内巴斯光年第一梯队了，已经是最好了，没有，我觉得看到现在也没有更好的了，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棒。首先拿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镜头对准，这表情的还原度，包括可动眼的一个调节，非常的丝滑。面部也涂装没有一点瑕疵，磁铁也不会掉。第一个，下一个，来一个略微愤怒的表情，牙齿也是睁开的。下一个，有点倭瓜脸的这个面部表情，真的非常可爱。再来一个不屑的表情。如果家里有那种烟的这种小道具啊，也可以给它塞一塞，或者其他的小道具，嘴里面可以有一定的空间塞东西。再下一个，基本上电影当中啊常见的巴斯的表情，它都有给你做到，每个都有
佩戴这个可动眼都可以去调节，所以玩起来可玩度会非常的高。哎，这个惊恐的表情，哎，张大嘴巴开心的表情，可以看到舌头的这个涂装在灯光下看上去也非常舒服，没问题。这算是冥想的一个表情。出场的时候呢，它也是基本上给你调好了眼睛，直接可以装上去玩，不用去调。最后一个非常贱的一个微笑，我们单独一个一个去装上去看一下，把镜头抬高。安装起来实际上挺方便，如果你不去扣卡扣也没有问题，因为磁吸力度呢也还可以。第一个，刚刚这个咱们已经看过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我觉得每一个放上去都可以让你拍好几组照片，而且每次都在开一下这个声控的音效，跟它对话的时候啊，更加生动。一个一个上手来看一下，这10个表情，像我是完全挑不出哪个最好，或者是最喜欢，每一个都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好玩。哎，接下来下一个。最后一个基本上都不会掉啊，我都没有把那个卡扣给扣紧。好，然后看一下其他的配件。哎，电影当中的这个电池，这个电池应该是真实的，你可以去拆开来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义的，平时用自己的就行了。它的这个电池仓啊，在它背后，你需要把这个背板给打开。这下方我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个螺丝，给它拧开以后，把这个盖子给卸开，里面是加3节5号电池就可以了。电影当中出现的这个玩具大兵，金属的钥匙很有质感，没给你做塑料，竟然做了一个金属的，细节也非常到位，磨损的这个做旧的涂装也有。手里的武器透明剑也有做出来，虽然说没有可动。也没有音效，但是还是不错的，这个东西必须要有啊。最后半个面雕，好，所有的东西咱们就全部看完了。镜头拉远，我们最后把2个主角都拿出来。哎，我觉得家里有很多巴斯光年摆一组造型啊，放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我在其他的小红书啊或者其他地方看了很多玩家做的一些造型，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2款你说怎么推荐呢？你如果是喜欢把玩，那肯定是这一个，对不对？毕竟活动关节非常多。但是你想要电影当中的还原度又有比较有乐趣，那肯定选择这一款。但是价格确实这个现在非常非常贵啊，而且你原装的这个面雕跟定制的差距还是有点大的。现在看视频当中好像哇这东西好好，去买一个，结果拿出来一看，哎，这个面雕不对版啊。所以玩这个面雕跟整体的这个涂装还得重新搞一下，又费时，价格方面呢性价比也没有那么高，但是重度爱好者或者是电影党，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好了，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好了，本期的开箱把玩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